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5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你一定会想要知道8月30号这一天 ，OK， 在整个走读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一些什么事？你可以看到，包括不管是民众党的朋友，或是在警方之间，包括对峙啦，包括所有的推挤，甚或对黄章主义来讲，那个动作，那有人解读它叫勒索，他告诉你那就不叫勒索。可是所有这些目的是因为柯文哲积压了1年。好，那明天呢？明天9月2号是非常重要的，彭正春前副市长在9月2号这一天呢，他要出庭作证，好，包括所有这些的过程，到底柯文哲这个案子对整个国内的政治氛围会产生什么样一些的影响？好，不过一开始先让你看一下，你最关心的在8月30号礼拜六这一天，在整个所谓的司法走读的过程，到底街头上发生了什么事？来。翻越巨马，整个人躺在警察身上，民众党公职带头试图突破防线，往上爬，往前冲。支持者看到之后，不顾警方劝阻，变本加厉。直接往警察的方向跳下去，危险行径接二连三。但小草趴着，甚至骑在远警身上，满脸笑容，高兴到甩起帽子来，像是在玩波浪舞一样，还高举双手挥舞，向镜头打招呼。黄国祥先生，请你不要攀爬铁马护栏，这样很危险。让你们在这里非法集会，已经违反集邮法。警方数度举牌警告集会违法，但民众党支持者坚持要路过官邸。来，关婷是那黄超，我跟你讲说，我们又不是集会游行。好了，再讲，就算被你这样集会游行，是不是没关系？那要办又不是第一次了。不是啊，他现在用走读名义包装的非法集会游行嘛？如果今天这样可以，我们随便都可以，就是说走读啊，一起走。你走了什么？读了什么？那走读是在户外学习嘛？我们只学到2个东西嘛。第一个叫违法，第二个叫做在警察上面做那个人体冲浪。我问你个问题就好，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我们哪一个党公职或哪一个一般的人民，在集会游行这样子对警察做这样动作，不会被直接上铐或被直接被阻止？绝对会嘛。所以黄国昌他今天就在期待一件事情。昨天到今天为止的讨论，其实一个核心的点，黄国昌他现场这个活动他是蓄意的，他希望被警察给上铐，甚至是希望直接被现行犯逮捕。那他就变成一个民众党的英雄，变成是救柯文哲的英雄，这是他要的画面。可是现场基于种种原因，蒋万安市长所领导的这一些分局的同仁，或他们市警局局长所率领的这些同仁，所采取的是比较和平的方式。当然外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说那保警应该出马，警政署应该介入；有人认为说那市府的保警应该介入。无论如何，总之这是他们警方第一线指挥官的决定，我个人给予尊重。可是黄国昌他今天这个行为，你不要已经赚到你要赚的东西了，还满口胡说八道。今天我跟你讲，我今天的重点不会放在说，哇，你这个行为很嚣张，你去踏了这个警察，你手上去这个勒了警方，然后不愿意承认，然后 AI 变造，这个层次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我认为他错就是错，可是今天黄国昌恐怖的地方是，这一连串的内容，他却后来选择用一个谎话，在要跟社会大众做说明。首先第一个，他的重点是，那为什么这个集会游行法这个2法，这个是禁制区？小英的时候，这个我们路过总统府都没问题。那今天我不能这样走。那小英，你们以前这个民进党过去主张要修集邮法，那为什么这个现在不修？为什么现在是违法？黄国昌完全忘记，他已经当立委这一届当1年半。黄国昌还把他过去这段时间的质询秀出来嘛？2024年10月、2024年12月、2025年1月、2025年3月，他秀了一堆他的质询内容。可是他是立委，蓝白在立法院多数。如果你认为集邮法有问题，你这1年半你有什么法令你过不了？但黄国昌选择叫嚣跟骂集邮法，可是他没有提案修法。你去扯小英时期啊，我不知道扯蒋经国时期，扯李登辉时期，扯陈水扁时期，
你已经当立委1年半了，我觉得这第一个打脸。第二个，黄国昌现在跟大家讲说，我们只是走路走到旁边爱国西路就被拦下来，可他从来没有告诉你，他前面申请的民众党申请的是在湖口街。申请湖口街，然后现在到爱国西路被拦下来，而且他没有告诉你的是，你湖口街根本没有申请到，台北市警局从一开始他申请湖口街就驳了他的申请，而民众党这2天在网上怎么造谣？民众党在网上造谣方式是说，我们缴了钱了，所以第一时间我们成功申请，是你后来基于种种压力才驳了我们的申请。结果现在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出示相关的流程，简单一句话。内容公文都不用看，他就一句话，准驳权在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流程上面是你缴了费之后，会不会准你或驳你？最后是驳了你嘛，没有给你申请到嘛。那后来台北市警局也出来讲得很清楚啊，你们申请的是湖口街，而且我们没有准你，这你怎么可以公然的说谎？这第二个我在意的事情。第三个在意的事情是冠赖清德，为什么不让我游行？为什么不让我走读？请问这事情关赖清德什么事啊？也不干蔡英文的事，也不干陈水扁的事，也不干马英九的事。以前准你或不准你，关键权限在蒋万安市长身上，在台北市长身上。台北市长是这一次的游行可不可以准许的关键的角色是台北市政府，所以第三个准驳权在地方政府，在台北市政府手上，你就没有拿到这个集会游行的许可嘛？你在凹什么？这第四个，我最可恶的，我觉得是这一点。你前面你犯错就犯错，你勒到别人的脖子，各自不同的解读，你未来打官司，我觉得台北市警局已经讲得很客气了。我有关于勒脖子与否，这个会去相关的搜证，会给地检署来做调查。那你未来就好好面对你的官司。你怎么会拿一个民众党的小草，你们做的假的 AI 的图，然后拿来回应媒体？媒体去问他的时候，黄国昌怎么讲？有被勒吗？他在笑啊。笑的那一张图是民众党做的 AI 图，民众党的支持者或你的党工，我不知道是谁，总之就你们的人做的 AI 图嘛，你拿来变成是你辩护的重点，然后说他笑，你拿一个 AI 变造的图来直接回应说，对方笑，所以我没有勒他脖子，这画面不是勒脖子吗？这可以硬凹吗？法律层次我不讨论，法律你去地检署，你去法院自己打，可是你怎么可以连这件事情都这样子处理？那好啊，现在黄国昌其实今天很清楚他的战略。黄国昌这阵子以来，他面对所有的争议，最近2大争议嘛。第一个争议，他是不是美国人的爸爸？第二个争议，他是不是违法的游行以外，而且去攻击远景？他采取的模式都一样，他是直接骂记者。你看到昨天到今天为止，他的对媒体的方式是不耐烦，然后骂记者说：“你长官交代了啦，你问完了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一模一样？黄国昌现在的招式，他自己面对无法回应的问题，那就是骂记者。前一阵子这个美国人爸爸事件，他也是这样骂记者啊。而搭配恐怖的地方是这样，他骂完记者之后，搭配的是民众党侧翼的假讯息。他正规军骂记者，侧翼处理假讯息。AI 生成的图片，网络上散布说远景在笑啊，我们这样哪是勒脖子？然后呢，刚刚我讲的这个流程图，他直接跟大家讲说我们已经缴钱了，为什么后来才不准许？结果更恐怖的事情是，这2天开始又有更新的谣言。今天在录影前，我看到最新的谣言，现在讲法是说，现场的远景啊，之所以不让黄国昌过去啊，是因为受到那个上级长官的指示，然后呢，这个未来啊会有升迁的压力，然后等等等等，这都是鬼故事啊！我回到一个源头，黄国昌现在想要搞的一件事情是说，民进党，你对抗这个以前要对抗威权的国民党，你们在街头也流血，也冲突。我今天对抗的是你万恶的民进党，是你威权的民进党，所以我也走上街头，我要冲突。这是你的政治操作，社会买不买单一件事。可是我刚才讲这几点，是你公然说谎蓝白多数已经1年半，你自己不修法，然后怪说集邮法有问题。你自己路权申请是申请湖口街，结果现在怪说爱国西为什么被拦下来，而且台北市还没有准你申请这里，然后集邮的申请的权限在蒋万安身上，结果你现在怪赖清德。最后一个，你今天说远景在笑，拿了一个民众党的支持者做的假的 AI 图，就黄国昌你怎么可以公然说谎成这样？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黄国昌的策略就是如此。所以5哥，我最后讲个结论，我认为这不会是第一次。黄国昌的状况会食髓知味，而他未来面对更多的争议，他的处理方式一定就是这样。他
不会在正面面对问题了。面对记者的质疑，第四权的监督就是骂记者、骂媒体，骂完之后侧翼用假讯息带。但是我们真的这么低估台湾的民主素养吗？黄国昌会这样一路演到什么时候？会一路演到明年3、4月。明年的3、4月前这半年是黄国昌担最佳男主角的最佳时刻，因为国民党依照正常提名市长的期程，明年3、4月大概他跟李世川他们可能会过年后也许会有一个内部的民调。那黄国昌在这个时间就是想用这样子的高声量，然后呢对付民进党，然后让蓝的人觉得说黄国昌救小就后然后得到他的政治红利。那黄国昌在这个时间就是想用这样子的高声量，然后呢对付民进党，然后让蓝的人觉得说黄国昌救小就后然后得到他的政治红利。可是你赔掉的是什么？除了这几位远景的受伤，台湾的司法的公信力以外，其实你也是陷蒋万安于不义啊。蒋万安今天为了不要伤害你，讲的坑坑巴巴的，然后也不敢的大力修理你。可是事实上，台北市警局的局长出来就讲了嘛，这个事情是违法的行为。任俊，那好，你说那个是不是勒索？就是大家各自要去解读了，然后要到法院去，会不会到法院去要去论证这样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黄章主席有被问到这个，被问到这个以后，他的态度，甚或有人去翻出柯文哲前主席那个时候，他是台北市长的时候也被问到集会游行这些，他当然就讲说不能游行的地方就是不能游行。可是刚才冠廷一开始就说，黄国昌是刻意希望把自己创造成一个英雄或烈士吗？任俊待会回应一下。来，我们先看相关这两个画面。来，昨天整个影带非常清楚的呈现，我是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请问你什么时候看过人家被勒脖子还会笑的？这位记者朋友，今天不是你的读问会，你够了吗？可以了吗？那是不是可以请你后退，就不要在这边占着大家的视线了？好，谢谢你，谢谢啊。我们李秉昌副会局长的指挥，不要再邀请马路了。那个李秉昌副会局长，请把民众跟先生。你们立法更要遵法守法嘛，对不对？所以本来那个总统府旁边就是不可以游行的。来，冠廷，你那边有那2张那个照片，先让大家看一下。对比一下我们现在看真实的画面了。真实画面其实这个勒脖的争议的状况是这样：前面这一个是2线3中正1分局的督察组的组长，对。那他在前面的时候，因为就是要挡大家嘛那黄国昌他就是左手在脖子前面，右手拿着麦克风。那其实很明显是有勒到他脖子，感觉到不舒服。为什么我会这样解读？远景后来基于种种原因，我不去推测，总之他认为说等等，他没有恶意啊，没有恶意什么。但我们从画面上来看。他有做一个肢体动作，是他用手去拍。对，这个无论你有在打那个柔道或各种，就知道这个是就是叫他不要做这个动作的意思。而且他的表情是不舒服的，有眼睛的人都知道这叫不舒服的画面。他已经感觉到他被侵犯了，而且退一万步讲，台湾哪一个人这样对警察不会直接被上铐带走了？就你黄国昌嘛。我们大家都有陈康的经验啊，谁敢对警察这样？就你黄国昌。恐怖的地方来了，我们刚才讲的是个 AI 生成图。结果后来在网络上面先出现了这样子一张图，左边，然后呢，非常多的人就讲说这个你看他现场是在笑再搭配黄国昌讲，当事人在笑怎么可能是勒脖子？后来好险这网友很聪明，在这张图片的右下角发现了一个 logo， 这个 logo 呢是这个 AI 生成软体，只要是生成软体做出来的，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logo 出现。后来去比对，也证实这就是 AI 生成的软体。而台北市警局现在也讲说，是 AI 生成相关的问题，有涉及到法律问题的，也会移送法办。能怎么办我不知道，现在法界有各种讲法。可是你怎么一个政治人物，你应该给大家正确的资讯。你有2种处理方式嘛？一种是你讲说他就不计较了，你干嘛叫我道歉？另外一种是拍谁？如果说有对警察感觉到不舒服的地方，我愿意表达歉意，就解决了嘛。你怎么会一个泱泱民众党大党的党主席兼立委，你跳出来引用这样子的一个 AI 生成图，然后跟大家讲说他在笑，这真就很恶劣啊！来，任俊，刚刚提到这个政党很喜欢骂记者今天9月1号先祝所有记者节这个记者节快乐大家都在工作上面很认真那至于别人的谩骂，我觉得大家看看就好祝大家记者节快乐。不过刚刚提到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活动我先讲，就是说民众党试图
透过这种冲撞，要去刑诉柯文哲遭到迫害。有没有激起小草们的认同，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这个画面出来，对于要争取更多人的认同，我不认为这个是有多大的帮助啊。因为你要做社会运动，你要走群众路线，你一定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有共鸣嘛。但是你到后来出现的这一阶的这个荒谬的情境，我直接用荒谬了啊。因为我也不太知道他们去爬巨马了，到底是自己爬上去还是被大家推上去的，也搞不太清楚。因为看他自己也站不稳，然后就一心想往警察那边倒。那你告诉我说，当你用这种方式，然后来凸显说你们要诉求正义，要诉求公平，他到底问题在哪？就包含到刚刚警察的那个哦。那其实网友立刻去找出来，这个当时黄国昌哦跑去不是有去这个馆长那边这个特训吗？对。这个特训的画面其实也有包含到勒脖的相关的画面，然后网友就把它跟这个片段包含到这个，他就说你去勒他的脖子，如果不舒服，你被勒到的时候，你要去拍他的这个手臂，告诉他说你受不了了，有没有？那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网友其实直接做的对，你不舒服的时候记得拍。黄国昌那个时候还去拍了人家，我不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刚刚可以看得到那个警察其实不断的在拍他的手臂，所以黄国昌人在那个警察的背后。他如何看到那个警察在笑？我不知道他的理解是什么，是不是你事后有人给你看了刚刚提到了那个变造的影片嘛？啊，我认为黄国昌当然想办法，他不会不知道这个东西会引发挞伐，他也不会不知道警方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是不可能讲说轻轻放过，即使当时的警察看那个刚刚主持人所说的，他就是觉得说好，他其实这个过程有遭到这样，但他不认为黄国昌有恶意。但是北市警局不可能因为这样就算了，因为讲实话，未来警察还要走上街头执勤，任何一个人走过去，你没告他袭警，我就随便你。但只有民众党的立委可以这样干，所以我曾经讲过说，现在我的志愿，我跟小朋友讲说，长大后要当立委，因为立委什么都能干。对不起，我要收回，长大后可能要干民众党的立委，因为只有民众党立委敢这样干。就他整件事情，我认为黄国昌想要行诉，你特别看他后面的几个公开的说法是很特别的，因为黄国昌的说法是，如果今天赖清德政府还要对民众党还有黄国昌进行政治迫害。哇，你就发现到了，他真正在做的不是要把自己形塑成英雄啊，因为他的英雄的形象可能只有在民众党里面，但是他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是只有政治迫害阿伯啊，是我连我黄国昌都遭受到政治迫害啊。你说接下来警方说不排除后续有约谈的相关状况，你觉得黄国昌会怎么操作？连朱立伦，这样好像我没有看不起朱立伦啊。朱立伦当时在办426活动，都还知道哦，我要去警察局报的时候，把群众往警察局那边带，然后一大堆人抱怨警察局，然后还做一大堆事情。你觉得黄国昌这么聪明的人，他跟朱立伦一样聪明的人，他不会往这种方式带吗？那我讲就是说，你要争取社会的认同，用今天这个方式。你看礼拜3那一天吧，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谈论他们要办这个什么全民走读嘛。对，我那时候就讲了一句嘛，司法改革全民走读。我就讲那全民走读，最后变民众走中嘛。民众叫民众党嘛，他真的走中了。所以我觉得他一直在操作的一个是他的群众跟他的支持者。其实对于相关法令的不了解跟不认识，我当时讲过嘛，那你就修法嘛，把集会游行把那些都删掉嘛，对不对？6天前要提出申请，你明明没有在6天，你在6天之内，你第5天、第4天才提出申请，然后用申请先缴钱的方式，你就跟人家讲，他都收了我的钱，他居然还给我撤销。你真正办过活动的，你就会知道那是一个过程，但不代表最终的结果。但他无所谓，为什么？因为他只要用这个方式去诉求告下去，他的群众会对啊，我钱都缴了，你今天还给我弄啊，你就是刻意弄我，所以我做什么事都可以。这是民众党现在的逻辑啊。因为我觉得你对我不公平，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我老实讲啦，就是我对于警方，我当然觉得就是警方在当时的执勤里面是有他的困难之处，我也可以理解嘛，因为在过往的陈抗里面，其实有很多是为什么不实施现场逮捕，是因为不想要去激化这些群众。但我真的必须讲，黄国昌是一个知法，而且他非常爱于玩法的人。今天哪一个会用这种诡辩的方式去把他硬讲成？你看那个警察很开心。你怎么会有这种逻辑？我不知道在场的那些警方哪一个人会觉得说这样被勒住很光荣，说哦好哦，你看我的这个脖子上面居然是黄国昌的手臂，但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读。那你现在是逼的这个警察要吞还是怎样？
这个警察今天是讲实话，我觉得他很有这个仁义道德了啦。他如果今天回来跟你讲，对不起，我是不舒服的，我不知道他的长官有没有跟他讲说，哎，这个事情你要判断或者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其实老实讲，对一般民众来讲，他其实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是，如果今天黄国昌可以这样干，我能不能这样干？那你以后台北市的警方可不可以再告诉大家讲说，我要依法执行？我觉得他有后面一连串的效率，但是对于民众党来讲，他不 care， 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所有的事情的解读权在他的身上。黄国昌现在讲说6小时不够，我们民众党未来再办12小时。说实话，他能不能去号召这些支持者？可以啊。可是当你不断的用柯文哲的名义来号召这些人往前那个街头上面走，到最后黄国昌把它转变成为是我们大家都受到政治迫害了，换成我们所有人都变成司法迫害的对象，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操作。我所谓可怕的意思是说，他想要达成他的效果，但是会对其他人来讲会产生更大的问题，是所有人以后都有样学样。为什么民众党的立委不会被法办？他不在国会殿堂哦，我再讲一次哦，他没有言论跟他的行为的免责权哦。你不能把在立法院打架的那一套拿到街头上面，还去告诉大家讲说我是合法的，我到底哪里有错？你不能把在立法院打架的那一套拿到街头上面，还去告诉大家讲说我是合法的，我到底哪里有错？所以我会讲，就是说，现在民众党要诉求的正义，其实已经是歪掉的。电影有个叫《非法正义》啊，那个电影大家也看过嘛，单走华盛顿嘛，我们没记错的话，他是说我在正常的这个主张之下，然后我没有办法获得伸张，所以我用我私下的暴力。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这样一个私下暴力的行为是 OK 的，可是他却拿来号召群众，所以我还是这样觉得啦就是说黄国昌他在这一段时间，事实上他不断的在做一些政治的活动跟操作，但是却发现到只有打着柯文哲的名义，才有办法让这些人愿意跟着走上街头。而如果他想要透过这种把这种悲情跟所谓的被迫害的东西，那个，他们可能认为是个皇冠可能认为这个东西是个这个勋章，往自己的头上戴。对于一般理性的民众来讲，大家会希望或认为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吗？我也不要问说国民党的朋友，因为很多人在强调，就是说司法什么对柯文哲不公。我也要请问一下国民党的人，当你们看到今天这个情形，而且是在你们执政的台北市里面，遇到这种荒谬的情境，你们还认为说黄国昌的诉求是有道理的吗？我觉得大家都要很诚实的去面对，在司法的这件事情上面，扣除司法之外，社会还是有一个公平的想法，认为有些分寸是不能够跨越那一条分际的。当然现场其实几位，尤其像民意代表。冠廷，因为民党是所谓的街头出身，所以在街头上抗争的经验一定有。将军，我记得那时候800壮士那时候年改的时候，然后你们那时候也有在街头上抗争。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些因为包括军警之间，大家有一些的熟人，那面对面的那个时候，可是那一次抗争好像有很多是束带管束嘛，对，就是用束带的方式直接缩起来，对嘛，先缩起来嘛。我记得那次，所谓。那是在那个包括是台北地院那时候是黄旅的时候，你没有去嘛？423那时候有去。我就是说陈抗的一些经验，尤其是作为民意代表的政治人物，也许多多少少会有。所以3位来去看这一次民众党，尤其黄国昌，还有几位不管是立委或是他们的一些是主任级的还是什么，就是玩人体波浪的啦，或什么什么这些。所以刚才任俊直接讲，以国民党的角度，因为大家现在都讲蓝白合的氛围非常的浓。那你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到这一场，你会怎么样？尤其是在台北市，所以为什么蒋万坚会被记者一直追着满街跑，就一定是因为这个样嘛？你们会怎么样看？我先以这个市府的角度好了，因为我其实过去8年，然后我在市府的8年经历过2008年陈云林民进党抗议陈云林，就是暴力小英那一场的名号的由来的这个活动，然后还有2014年的太阳花这2场活动我都在市府坦白说啦，蓝绿白都有违法游行过，然后也都有这个手段过于激烈过，所以我只想说，对我们警察好一点
蓝绿白谁都有骂过集邮法是恶法。2008年11月陈云林事件后，蔡英文道歉，他道歉什么？为我们没有废掉集邮法而道歉，对不对？结果接着执政8年，他也没有废掉。蓝绿白都曾经骂过集邮法是恶法，可是都没有人去动集邮法，代表集邮法还是有它可能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那我们的远景同仁是根据集邮法去执勤的，去维持治安的。但是蓝绿白的政治人物，包括这一次黄国昌主席也有一点意思说，你不要来挡我，你就没事啦，哈，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讲，说是你们不该挡我们，不是我们没有权利在这里走，哈，不对，其实根据集邮法，可能就是没有权利在这里走。台北市的集会游行分成2个程序，你要先借道路，道路申请到了，场地有了嘛，好，不代表你在场地上爱干嘛就干嘛哈。你接着你要去警察局申请你的集会游行，你的路线、你的活动目的要经过许可才可以。原则上，台北市现在已经都是许可制了，只有几种状况不许可，譬如说在禁制区里面。可是我认为蒋万安在这一次的时候，他没有执法不公。第一个，他驳回了。他如果说，只要是民众党申请的，管他要干嘛，我都给他去，那个就不公。好，第一个他驳回了啊。那个这次集会游行，民进党也一直说他驳回了，他都驳回了。第二个，他也支持远景移送北检。上一次太阳花，民进党市议员是在台北市提案不准这个警方去追诉。那我认为那样叫干涉司法。但是蒋万安并没有说啊，息事宁人呐，不是安内啦，一场误会。他觉得远景同仁有权利去把他移送。而且依法办事嘛，违法的集会游行就去办嘛。最后我们看这个地检署或是法官怎么判嘛，所以他没有说不要移送或是什么的啊。所以我觉得依法行政这个部分，蒋万安是没有问题的哈。但如果说你要他谴责或是什么，事实上确实是他有一点为难，是我们现在确实是属于蓝白合作的情况，有一点要为这个是合作的成本嘛，跟合作的道义嘛，你不要在嘴巴落井下石。可是依法该做的，蒋万安都去做。他记者问的时候，他就算讲个依法行政或是依法处理，讲这4个字就好了。对啊，其实就是为什么这4个字都不讲？他可能脑袋没有我好吧，马上反应到，不是啊，其实就是依法行政，因为这也是行政首长唯一能做的事，对不对？哈，冠廷要问什么？我先讲这个有共识就是蒋万安对民众党是善意的，那当然大家各自不同解读啊。对我们民进党的很多朋友来讲，尤其是民意代表，会觉得说你执法不公，程度不同，这本来就是蒋万安他的决定，可是我今天要谈的事情是，民众党把蒋万安对他的善意，把他当成是厕所那一坨还要不值的。为什么会这样讲？陈智菡后来怎么讲啊？陈智菡跳出来骂警察暴力，他骂台北市警局的警察暴力，秀出身上的伤口，然后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演过头了嘛。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你要扣警察暴力，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像慧珍姐秀的这个在秀给记者看，你第一个你要去验伤，验完伤之后你去提告。所以台北市警局长跳出来说，你去告啊！你们把蒋万安对你的善意有当成有一点点珍惜吗？完全没有嘛！然后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陈智菡控完暴力，黄国昌跳出来跟陈智菡他们都民众党怎么讲？为什么以前其他人都可以绕着总统府旁边走，都没有被警察阻止，而我们被警察阻止？是在骂谁？表面上他在骂什么内政部啊、警政署啊，拍谁哦？是台北市警局继续骂蒋万安。实的就是他把蒋万安对他的善意根本完全不屑一顾。他认为警政署是中央管的，这个就是他认为下令是警政署下令的。这个，但我同意你说不要为难警察了哈。案发在活动中间不要伤害警察；活动后也不要把责任推给警察。警察如果有执法过当，就去提告。我最要提的事情是这样他要怎么政治操作他的事，他要把警察是一条边，这警政署什么？但我们都知道政治现实，这个事情就是在给蒋万安洗脸嘛。最后我要提的是说，当蒋万安在现场没有强制驱离你，给你最高的善意，接受受访的时候，连对你讲依法行政4个字都讲不出口。你跳出来骂台北市警局，这个是那个暴力，陈智菡你们在干嘛？所以我看你们就继续看，完全我们之前所预料都一样，就是黄国昌他们会得寸进尺，会得了便宜卖乖，就等着看吧。来，将军，我要补充一点我反年改上街头抗议的时候，那时候市长应该柯文哲。好，
那时候应该柯文哲。我们里面有很多是退休的警察哦。面对前面那些警察，他是他的学长，都认识，都认识，在警校都带过，一样被竖起来。一样被竖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些警察跟我们讲，他说我跟你讲，你们这些军人跟警察有一个界限不能通过，不能去触碰警察身体。你不要用拳头、用推、用掌，或者你不能去碰他，你只要一碰他，你一定被抓。你知道？那我不相信啊。他说我试给你看。他自己，结果呢？他就被抓了。他为了要告诉你有这条铁律，因为我们有很多以身试法。对，有很多老军人他心里想，我把这共匪都不怕了，我怕你警察。他说你别开玩笑，我是警官退的，这都是我带的，我试给你看。他说，老弟，你讲，他真的被抓起来。那他就回头跟我说，你看，警察是这样的。因为那是他的 SOP 嘛，我可以维安，我不会去打你，但是你不能打我，你不能碰我，你只要推我、撞我，或者是拿任何的武器攻击，你一定被抓。那刚才那个是，所以我说昨天礼拜六这一场是我看到史上最软弱的警察维安，最软弱。那你认为这些警察他是刻意要这么软弱吗？没有，在做勤前任务的时候就告诉你要这样做。为什么？我告诉你。你有看到防爆盾牌吗？你有看到任何警察带那个防爆盔吗？你有看到齐眉棍吗？你有看到警棍吗？你有看到喷水车吗？那喷水车如果出来的话，陈志涵就好了。他说太热，喷一喷就凉了。对，照理说你处理群众运动这些叫做必有装备。那必有装备，在场都戴小帽然后都拿着那个自拍棒、那个摄影机在拍。我没有看到钢盔，没有看到盾牌，没有看到防爆水车，完全没看到。而在场的这些都是栏杆，没有那种所谓的蛇腹型铁丝网，也没有刀片铁丝网，表示这一场的活动，第一个，今天教育告诉你不能动手，就算他打你都不能动手，否则你看我给大家看，这直接是爬过那个栏杆，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栏杆很好爬这个栏杆它底下是虚的，它不是定在地上，它是虚的。你这样子爬一爬你就摔倒了，一定倒。这下面绝对有水箱或是木箱垫的才过得去，因为我们都爬过，那很难爬因为它底下是晃的，你要这样子一靠它就倒了，所以底下绝对有水箱。他们是踩着箱子跳过去的，然后跳去哪里？往警察身上跳，往警察身上跳。为什么敢跳？你看这里面包含了林国成、张启凯、黄珊珊、刘淑斌、麦玉珍这些立法委员率先跳，后来很多议员也跳，陈志涵听说是第一个跳的。他为什么敢跳？第一个，他知道跳过去警察不会不接你。如果万一不接，对，不会，警察就会，而且警察会讲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委员小心一点，一定会接。对，我们警察也很怕所以他们让政治人物冲前面他一定会接。如果今天他认为那个警察不会接，他跳过去，大家闪开，摔到地上，那不精彩了。他知道一定会接，那可是我讲这在欺负警察。如果万一不接，对，不会，警察就会，而且警察会讲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委员小心一点，一定会接。对，我们警察也很怕所以他们让政治人物冲前面他一定会接。如果今天他认为那个警察不会接，他跳过去，大家闪开，摔到地上，那不精彩了。他知道一定会接，那可是我讲这在欺负警察，这在欺负警察，这在欺负警察，跳到警察身上，再做360度的人肉卷，再滚，然后还把帽子拿下来挥手。这是极其反感的作为，你把警察当成你政治作秀的背景。另外勒警察脖子那个叫做那个在擒拿术里面那叫做绞技，绞杀的绞叫绞技，拉过来一定是用左手，因为黄国昌是右撇子，用左手弄了后，你的左手拉住你的手，然后往里锁，就压住你的颈动脉，那会出人命的。那么如果今天那个警察觉得很开心，觉得没什么关系，那以后只要警察在路上做我们那个交通临检，你就过去搭警察一下。那各位你试试看，对不对？那个黄国昌说这样你们会很开心，我搭一下，你一定被过肩摔，你绝对被过肩摔。你敢把你的左手架在警察的脖子上，我告诉你，你一定被过肩摔，然后一定被竖起来。这是一个错误示范，你这会让台湾的市民、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民认为警察是可以这样对待的。我告诉你不行。如果黄国昌你觉得说没有，我觉得那个人还蛮开心的，各位，那么以后记者去访问黄国昌，就把手架他这边来，就把架黄国昌那边讲，主席
要不要回答一下？你开心，你会开心，你不生气才怪。所以不要用这些歪理，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说这一场很多人说，民众党有充分的特权，警察这是我看到史上最软的警察。为什么这么软？这蒋万安市府要回复嘛？蒋万安市府你一定要回复。如果今天蒋万安市府下的是说不准透过穿过那个铁栏杆，陈昭志不是讲说他讲过就罚官，说只要有人过拒马就拔关。对，陈昭志讲，他说我讲的我负责。陈昭志说的哦，他说有高层下令，警察只要越过拒马就拔关。各位，如果有这道命令，昨天不会是这样。开玩笑，我牺牲假日来做维安，我让你通过拒马还拔关，对不对？你让我工作都没了，那我绝对不让你好过。如果真的像陈昭之讲了，通过拒马就拔关，我告诉你，管你通过的是谁，我依序按规定处理。不是竖起来，就是把你带到大概50公里以外，把你丢下来，等你走开之后游行结束。我们以前我以前好几个局长都这样子啊。那时候保几不都是箱型车上车带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再把它丢在路边山上，底下拿回来。我跟你说，他不是丢路边哦。我们在反年改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学长被竖起来，上了那个车子以后，丢到哪里？丢到淡水。对啊，而且还是没有捷运站的地方哦，没有捷运的地方，就往三芝那个路上丢下来，让你不能马上再冲回来啊。你走回来，你知道，晚上都已经晚上了。那这一场没有这样做嘛？所以我说如果陈昭之讲的越过就拔关，我告诉你，你的待遇就跟我们当时一样。怎么样？不，我觉得黄国昌可能会没事了。黄国昌的这个特权或者是谁给的？我跟你讲，刚刚淑慧讲的那一个说，因为蓝白要合作啊。所以他可能就没办法太过于严厉的谴责，但我觉得这个是后面的那一段话啦。为什么？因为刚刚我听到淑慧讲说，那一天在北检有一段温柔的互动嘛，跟警方温柔的互动嘛啊。这个大家看一下当时的画面哦。你说是42，他们去冲北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不知道这个要叫做多温柔，我不知道了啊。我让大家看一下现场的那个画面。是怎么样而且站在第一线的全部都是国民党的立委，还有议员，都在。我不知道淑慧人有没有在那个地方帮忙拉，我不知道。但是大家告诉我说这个的叫做温柔的互动，我不太能够理解啦哈。但是当下所有参与冲撞的人都没有遭到刚刚将军所讲的那个什么束带啦，什么代理啦，以前大家代理都看得很短，直接带上公车嘛，然后开到超远的，然后让你自己下车自己走回家。所以我就讲，就是说要诉求真正，我刚刚所讲的那件，我同意啦，有一段我同意啦，就是蓝绿白大家都在做非法游行嘛，但是问题就是他今天尴尬的点是因为他发生在台北市。今天当台北市前面有一个国民党的人自己在那里冲撞，自己在那边有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带人去包围警察局，然后国民党上上下下都觉得这件事情是 OK 的。请问你这时候怎么去告诉民众党说你不可以在台北市这样干？黄国昌当然选台北市嘛，讲实话，他要诉求司法正义，他应该去新北市啊。他应该去新北市啊，土城看守所在那边啊，对哦，他要声援去给阿北看，你看侯友宜会不会让他这样跑？怎么样？新北我们土城分局很忙，不要添乱，不要来。他当然挑了台北市嘛，因为很简单，柿子挑软的吃嘛。你台北市过往曾经就有过国民党的人在那里带头冲撞，我不知道，我对不起啊，可能所谓觉得那叫温柔嘛，但我没有觉得那个画面叫做温柔，就这么简单。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蓝慧珍。第一个，那个陈震还在找项链嘛，对不对？对，就是除了有受伤有项链，可是如果照刚一开始大家所讲的，黄国昌他们是刻意要这样子以外，某一些不管是政治人物未来要选的，或者现在已经是立委的，也要借这样的一个方式凸显出几个主轴。本来大家在讲说，是不是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英雄或烈士？可是如果相对来讲，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把民进党政府或赖清德塑造成独裁、司法迫害，所有这些。刚才如果照任俊前面讲，就后面只要办了他们，那全部都叫司法迫害了。现在就是每一波一波下去，就是这个样子吗？我现在发现哦，原来那个黄国昌架着的并不是那个陈姓警官哦，他架着的其实是蒋万安。因为刚提到4月24号那一场哦，其实我还记得那个画面，那蒋万安站在警察对面，那个画面让我永生难忘。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有台北市警察，台北市市长带着陈抗的团体，然后站在台北市警察局的前面，那个局长的前面，然后开始说：“我今天是以三宝爸的身份来到这边，你是市长
我们今天市长是可以让你一会当市长，然后一会当三宝爸，然后还站在我们警察对面吗？当你已经站在警察对面的情况之下，请问是警察怎么依法执行啊？你得询问某种程度到底询问逃给呢？虽然说真正的头家应该是人民，但是你就是代理老板，那你突然出现在这边，他怎么可能把你架走？所以当那一次开始，我觉得台北市的警察。他们执行公权力已经被阉割了，因为你看，像如果这一次他为什么选台北市，为什么黄国昌选台北市？上次蒋万安也来啊，也在作秀啊，你们也跟他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行？好，那现在一样，那你在闹，那我那个台北市警察局就不要用，也不能戴头盔，也不能戴什么盾牌，什么都不能让你傅昆萁的主题曲叫《弹倒锦旗》，现在他跟你那个黄国昌率演这一帮民众党人在上演台北锦旗，台北警察任你骑呀，骑在头上你看他们什么样子啊？我看我就真的整把火，8个警察受伤这8个警察每一个人家庭都有家庭其中有个女性警那个许姓女警好像一度还有点呼吸不过来。今天她也是人家的女儿，人家的搞不好也是人家的那个妈妈之类的。你现在因为你这样子作秀，人家是依法执行公务，被你们这样子糟蹋作秀，明明你是违法的，还因为你们蓝白合被架得连话都不敢说。什么时候你有看到警察被人家架得不敢说话的，还要拍拍你，然后你今天还要说他很开心，他嘴巴还笑。你现在告诉我说，一个被暴力施行的人，如果他嘴巴笑，施行暴力的人就没事吗？那所有家暴的人，家暴他老婆的人，老公就叫他老婆笑，被打得头破血流，他老公说你笑给警察看，说你没事，那难道就没事吗？你现在上演什么啊？我这看了这整把火都起来。我们现在台北市已经沦落到，你只要是国民党的，你只要是民众党的，你只要是政治人物，你就可以撒野就对了。我们现在我们的法治要为了蓝白合而牺牲吗？现在是在告诉我这件事吗？现在是因为你们要把绿的给翻倒，你们要蓝白合，你们破坏或那个默契，所以我们全台北市民要容许你们这些有政治人物身份的人，然后骑在我们警察同仁头上吗？我们这些人看到警察是把他看成是人民的保姆，我们遇到一些状况，我们是要报警，请警察来帮我们执行公务，请他帮我们来维持我们的安全。结果我们现在竟然看到警察被这个违法的人骑在头上，还在那边玩那个 cowboy， 这样子，你在搞什么？你以为你在夜店啊？这种人跟我出来说要选议员是不是？你看这种画面。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我以前我们有泡过那时候太阳花，我们都去，那些学生大家绑在一起，然后被警察这样扛走那个画面，然后有一些警察因为真的冲突很久，警察受不了就会棍子会拿起来，那个其实我们都历历在目。就现在陈景何时变成这样？他这样疯就算了，现在是连蒋万安都跟他一起疯。我现在看到真的傻眼然后现在还告诉我们说。因为要蓝白合，所以我们大家叫平亚崩嘞，然后让你们这样。我跟你讲，现在那个蒋万安你要小心，黄国昌现在演的是什么？打绿第一品牌。我就是敢冲撞，我就打绿的第一品牌，我又不然，然后你现在还放任他这样搞，你现在放任他搞，你自己本身已经变成所以是你朋友。所以我们就警察不能依法行政。你现在是告诉我们全民这件事你现在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警察这件事那以后警察看到蓝的看到白的，是不是就不敢依法行政了？那不是觉得很荒谬吗？再来，你要知道黄国昌演这么一大出戏，这个看在检察官或者法官心里想说，天哪，你的实质影响力，你真的觉得这个在10月份柯文哲被判了之后，会让他出来吗？如果你人没出来，他们就这样瞎传瞎弄了。那真的他出来，如果站在第一线，然后开始讲司法破坏，那会乱到什么地步？现在连郑秀玲我们的那个教授，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跟黄国昌以前在太阳花的时候，大家算是同阵营的，然后大家也彼此为了当时也有很多的一些合作。郑秀玲直接就投书他直接告诉你，柯 P 这个就是司法案件，不要政治化了。
秀玲，我们的那个教授，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跟黄国昌以前在太阳花的时候，大家算是同阵营的，然后大家也彼此为了当时也有很多的一些合作。郑秀玲直接就投书，他直接告诉你，柯 P 这个就是司法案件，不要政治化了。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你柯 P 的这个2024年的竞选的政治献金，你就登载不实嘛。然后你甚至连黄珊珊都因此而被停权3年。再来，这些给钱的、送钱的，不是都已经出来告诉你了吗？你们到目前为止，这些柯文哲也没有说我没有收妙天的1000万，我没有收300万7分300，没有，他一句话，钱都收了，你钱都收了，你用去哪里？这没有关系吗？第三个，金华城案，那我们的苏慧议员率先揭发的，那不是哦，不好意思啊，也不是啊，他只是调查小组而已。哦，调查小组，监察院率先揭发。不是，我本来想说这个 credit 要给你的，怎么突然之间你不要？都不觉得这个是 credit， 不觉得是 credit 哦。对，所以这个也是事实啊。这现在揭发出来也确实都是事实啊。那你沈庆基的金华城案怎么从396，然后变成是840，多出来的400多亿，不是就是因为你们这样子，明明不是都更案件，你还给他所谓的都更容积奖励吗？这都是事实啊。你有那么脸跟我讲什么清清白白？你就真的是，我觉得我上次已经有发怒过一次，我今天是才说，因为我就觉得我们现在整个好像面临到一个整体化的道德沦丧。道德沦丧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放任这种人胡搞瞎搞、鬼扯，政治事件、贪污案件讲成是司法破坏，然后呢，我们放任这种人这边上演，这个头在哪里啊？这里有没有？还在那边上演的这样的。请你先讲清楚，你钱用去哪里了？请你先讲清楚，你们4300万、4600万的那个房子是那个付现金是从哪里来的？这么一大堆东西都不讲清楚，然后呢就在那边乱搞，然后说什么司法破坏，这真的是起码就我们可以。来说我其实还是想帮我们远景同仁讲一下话哈。刚刚大家都批评说我们远景同仁执法太软，不是批评，是我觉得你们让他们，你们阉割了他们的权利。但是民众党又批评我们的远景同仁太硬啊！我必须讲一句实在话啦，从以前到现在，确实我们远景同仁对于政治人物啊会比较客气一点。像之前青鸟包围立法院，我们的钟嘉宾委员他们直接拿了那个油压剪要剪坏这个巨马哈。那个是破坏公益，那也是破坏执法。但我们远景也没有当场也不敢当场把钟嘉宾委员扣上束带，凶器拿走，人带走，也不敢哈。确实，我们远景同仁是有一点，就是他很两难呐，尤其是就是政治人物，他确实会比较小心一点哈。那结果到了这种场合哈，违法的也不是远景哈，远景是合法在执勤，但是两边各自怪他，一边怪他太软，一边怪他太硬哦。我觉得远景同仁真的是很难为。但范老师，借着这样一些模式，刚才其实来宾有提到，政党希望支持度扩大。那像这样好了，有时候要表达意见，或是觉得你就是压迫了我们或什么，所以会有街头的陈抗啦，或者这些。这次的陈抗，那个目的是为了柯文哲，因为他被羁押了1年。但这样的一个目的，透过这样的一个陈抗诉求以后出来的反应，您以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他未来的反应会是怎么样？难道对黄国昌来讲的话，对柯文哲来讲，或对所有这些政治人物，因为支持者小草一定是跟着大家走，那对这些政治人物来讲，这叫政治红利了吗？请问一下，大家记得昨天的诉求是为了柯文哲吗？对呢，对啊，他都不记得柯文哲啊。对啊，昨天柯妈妈有去哦，有柯妈妈坐轮椅，陈佩琪有去哦。对，陈佩琪还跟那个就是管你出来接受陈杰，他还讲了几点诉求，完全被边缘化了嘛，就模糊焦点了嘛。因为黄国昌因为从去年11月开始健身瘦身哈，他除了有6块肌跟8块肌之外，他的手背也变粗喽。你可以看他那个 muscle 很大，所以他昨天他拐这个所谓的这个陈组长的时候。那个看很明显啦，很明显看出那个动作。但是黄国昌说我是手放在肩膀上，我这常识嘛，这个东西你是把台湾人当白痴是不是？你是常备员哦，你放在手上，你的手那么长，把人家脖子都勒住了，然后这个陈组长还拍你的手，因为他觉得不舒服嘛。何况昨天很热大热天，你黄国昌全身臭汗，你勒着一个男生，然后在他旁边吹风，因为他拿那个麦克风嘛，在他耳边吹风啊，讲话，口水喷出来，
卫不卫生的，我想到我都觉得不舒服啊，我都怀疑这有没有性骚扰的问题哎。我今天如果是那个陈组长，我会觉得说我真的身心都感到很痛苦啊，不止脖子被勒，还被你那个声音那个大声的吼叫，然后口水喷到我脸上，然后你的香汗淋漓哦，臭汗淋漓，跟我贴身贴在一起，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很难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黄国昌你不要再瞎掰了，真的大家看不过去。他到今天为止没有一句道歉，我觉得黄国昌这个人就是永不道歉。那我觉得他这样子会让民众党越来越走向极端嘛。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违法游行在前，的攻击警察在后，完全从头到尾都是违法的。你没有申请路权，你的游行就是违法。你后来去对警察这样子的暴力相向也是违法。但是范老师，你看黄昌，他会跟你讲，他不会道歉，他也不会道歉，但是他就讲说，好啊，如果要办，再继续办这些的话，也是司法迫害。他甚或直接喊话赖总统，你再这样弄下去的话，你这支持度就只剩30，然后反而意思是说，他这样的方式，那会扩大他们的支持度嘛？或是蓝营的人，刚刚署会当然也有表达一些意见，可是蓝营大部分的基层支持者，对于像这样的一些的做法，我不知道对于蓝营的支持者会要怎么看待，但最起码黄昌喊话的意思是，他打了赖清德政府，打了这些。蓝营的你的民调会往下掉，那显然他们的支持度会往上。如果再回到刚才，冠廷刚刚讲说，目的是为了要在明年2、3月，尤其跟国民党那几次这样的 PK， 那接下来大概只会越来越激烈，不会稍有松手啊。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个他们这个支持者就走向红卫兵化，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是跟1966年的文革一样嘛。我只要是反赖清德的，我只要是这个。反民进党的，我干什么事情都是无罪，因为我在革命，所以他们昨天每个人都穿一件 T 恤写的正义啊，可是你有觉得那是正义吗？我认为国民党的一些知识蓝是不能够接受的，我相信起码我认为朱立伦这个不会接受的，但是那些深蓝的那一块可能觉得看得很爽，因为他们觉得黄国昌是真正的反赖清德第一品牌，黄国昌3句话不理赖清德，他还说什么？他说赖清德违反指挥警察啊！我问你，这个警察是赖清德叫去的吗？赖清德违了哪个法？这是蒋万安的事情，你冤有头债有主嘛。所以我真的觉得，但是对于蓝营的人来讲，深蓝那一块有没有号召力？有的。所以你看嘛，连这个陈佑成、陈世轩，他们也知道违法，他们开着车要冲进去，陈佑成是台北市议员哦，我问你，他将来在市议会他怎么质询？他有什么立场？所以我觉得他们昨天穿那个而且昨天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有的人的 T 恤上面是有5星红旗的，有被发现哦，那这些人是什么人？我认为国安单位应该了解，这个背后可能不单纯哦，所以我觉得啦，黄国昌他不是笨蛋，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一定妨害公务嘛，这没问题的，这公诉罪。他现在就要告，接下来就会有小草出来讲说，我们不能再有一个党主席被关到监狱里，因为他现在有保护伞嘛，那我们怎么办？让黄国昌不被关，让他的立委继续延当2年，他们就会这样讲。我们已经有一个党主席，这个阿贝已经被关进去了。我们不能2个党主席都被关了，因为从黄国昌来讲，他如果今天没有立委的身份，他没有保护伞，他立马被约谈，而且他可能会被起诉。所以我真的觉得他昨天那个行为，甚至都有杀人未遂的行为，那个是脖子上是有可能出人命的。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小草就会大家呼吁救黄国昌，让他续当立委。至于其他那几个立委呢，那没关系，他们被约谈就被约谈嘛，反正他们也没有身份，无所谓啊。所以对他们，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天蒋万安，我觉得蒋万安是一个对他来讲是最大的，最大伤害很大是什么东西？你上个礼拜面对你市政府厂商使用中国机器狗，他面对媒体的访问，他跑掉，他闪躲，然后今天针对了这件事情，昨天的事情，他也不敢站出来批评黄国昌跟民众党。我觉得蒋万安你展现出了你的懦弱，
你不要再讲你什么三宝爸，我还吃三宝饭呢。我觉得你这个态度，你是台北市公务员的最高领导首长，你是台北市警察局的大家长，你对这种事情你不敢说一句话，你看到媒体来你还跑，你将来怎么当我们的三军统帅啊？你怎么选总统啊？这点价值都没有。所以我真的觉得蒋万安还有国民党，你们已经彻底的被民众党给绑架了。你们已经被黄国昌给绑架了。黄国昌有恃无恐，我就吃你蒋万安，你不敢，所以我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是我要警告的是，这次去冲的几个女孩子，都是去了解，其中有一个是什么综合区党部的什么主任啊，这些女生都是想选明年的市议员。我敢保证，这些人他们出来选的话，威胁最大的是谁？就是国民党嘛。我每个选区，像松信区这个区上次是9席，国民党拿了当选5席，后来徐小新跟王宏威去当立委，现在剩3席，这2席我民众党就要。我同样的，我大安文山总共13席，上次国民党拿到8席，我这次也要2席。你国民党给我推6席，你只能有6席。我现在我比你更猛啊！所以这件事，黄国昌不只说他要新北市，我要选市长，我每个直辖市、桃园，好，甚至基隆，好，甚至这个台北、台中、这个新竹，我全部提满。那我比你们国民党更穷，更是穷州那你国民党怎么办？我觉得这是国民党现在要担心的人。今天还去什么忠烈祠？你都快要进忠烈祠了，你们这个党要进忠烈祠了，搞清楚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竟然对黄国昌还投鼠忌器，这叫引狼入室，而且养虎为患。所以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变成黄国昌的提款机。其实国民党现在一步一步陷入黄国昌设的圈套。我过去在5哥的节目，我都一直讲说黄国昌呛他不敢选啊，新北市最后国民党没有准备好，不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啊。可是我觉得局面一直在往对黄国昌有利的方向在走。我延续盖凡老师讲的，你看李四川这几天的回应，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他要做副市长到明年3月、5月。对不对？他态度就是这样嘛，因为他说有很多潜力呀，然后举了一些过去的例子啊，朱立伦啊、侯友宜啊等等等等，说要么就3月提啊、5月提，意思就是不急。所以代表这个言下之意，政治人物要看他背后的意涵，就是他要继续带着台北市副市长的身份继续选，带着台北市副市长，他不是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在新北市，他是可以用行政资源到处去会勘，然后各地去关心，可是他在台北那边，台北市政有问题的时候，首当其冲会被监督。可是他跟新北连结，没办法对他任何加分，所以他代表一件事情是他的评估，他认为他这样子继续带着台北市副市长的身份，到了明年，他还是认为他有信心可以赢黄国昌，这是他个人的评估。可是第2个点，李四川跳出来跟大家讲说，如果母鸡是民众党，那小鸡会紧张，这代表什么意思？他在跟国民党的议员跟议员参选们喊话了，我选新北市长比黄国昌选对国民党的议员有利，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国民党的朋友过去在跟我讲，常常同台的时候都讲，哎呀，这个虽然苏慧姐没有了哈，其他有一些人就讲说什么，这个我们到时候都会整合啦，那为了大局啊等等，没有嘛？李四川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新北市的议员们会对黄国昌选会反弹，所以李四川现在先行住下。好，我讲完这2个前提之后，我要回来讲。黄国昌现在的圈套是什么？他已经料准李四川用的就是国民党传统上面温良恭俭让，然后等着国民党需要他，他在辞官来参选这一套。你大家能够想象这个传统的模式，跟当年朱立伦从行政院下来，当年的侯友宜从副市长下来，只是先转换的人变成叫李四川，只是转换的角色叫台北市副市长来选新北市，其他都一样。可是面对的是他们前所未见的。讲现在的朋友，未来可能的竞争者叫黄国昌，他的玩法接下来半年绝对是如此，每天炒议题，每天杀赖政府，每天骂民进党。请问这样子再骂半年下去，国民党的支持者会不会认为黄国昌比李四川敢战？我大胆预测，也许民调没有到达会赢，因为这要看他自己的造化跟李四川的造化。可是黄国昌民调一定继续在往上走，这个玩法继续往上嘛。我们大家前面在聊的5哥在问的问题，都是说我们在想的都是他这样子很激烈的冲撞，一定有目的嘛？对啊，有没有可能过半？他不用思考过半，他只要在蓝营内部的互比跟对比民调当中赢李四川就好了。
此时此刻他已经赢刘荷兰了，赢李四川有很远吗？已经距离没这么远了。那请问现在蓝的支持者看到这个画面会觉得怎么样？哇，为什么带头在前面冲的不是李四川，是黄国昌？他一定民调会继续往上啊。淑慧会不会担心他们所讲的这些问题？当然会。我上个礼拜跟几位我过去认为他们是深蓝，而且是知识蓝的朋友在聊天哈，其中就有2位跟我讲说。我以前讨厌黄国昌，怎么现在越看越顺眼？对，确实这是蓝营的，因为蓝白合作以后会消弭很多过去对他的其他观感，这是必然的。那我也有讲过说，如果李四川现在最大的劣势、最大的优势当然是民调跟他对市政的熟悉，但最大的劣势是他停在原处，然后后面的人一直追上来啊。那选举就是这样，你曝光度越高的啊，你声量一直堆叠上去，到时候大家拿起电话来，只会想到说，刚刚电视上才出现的那个人啊，这对于李四川来说当然是不利的。所以我有讲说，如果你有心要选的话，你不能等哈，这个会期大概就是结束，你就要宣布了啊，你不可能期待说自己永远遥遥领先啊。确实，如果大家还记得在更之前的民调，国昌主席是第3名啊，第2名是刘荷然啊，而且国昌主席那个时候民调大概只有川博的1/3啊，10对30啊，那这一次已经开始咬得很近了啊，所以我觉得。选举就是这样哈，各凭本事啦。我们也不可能说，王国昌老师你不能动啦，你不能动这么快，不能动这么大，不行啊。那国民党自己要有应变方法。那确实，另外一个隐忧就是，如果说国民党有这么多议员，然后最后母鸡不是国民党籍的，会出现什么状况？这个就像是2024年啊，当柯文哲坚持要是正的时候，其实反弹的未必是侯友宜，而是立委候选人。我觉得选举就是这样哈，各凭本事啦。我们也不可能说，王国昌老师你不能动啦，你不能动这么快，不能动这么大，不行啊。那国民党自己要有应变方法。那确实，另外一个隐忧就是，如果说国民党有这么多议员，然后最后母鸡不是国民党籍的，会出现什么状况？这个就像是2024年啊，当柯文哲坚持要是正的时候，其实反弹的未必是侯友宜，而是立委候选人哈。我很难想象，就是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国民党的造势场合，结果我们的主帅是民众党的哈，所以那一次已经有同样一个情况了。所以可是这不能去怪民众党，也不能去怪黄国昌啊，这个动作频频不能，而是我们自己要想好，我们自己要怎么做。不要，我也不赞成温良恭俭让。等到时候如果我还是民调最高，我就出现，不能坐着等啊！选举是不能坐着等的，民众也不会永远对你有爱的啊！民众的爱是很容易就转移对象的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的我不能说今天国昌主席的种种作为是为了明年2026，但他今天的所有政治行动确实会对他的2026是有帮助的。那这个是蓝营自己要想清楚。如果蓝营觉得很好啊，我们是朋友啊，你成才我也很开心的话，那我觉得又太阿 Q 了一点，不可能是这样嘛哈。所以国民党现在因为正在选党主席的过程里面啊，新任党主席的这个态度就很重要哈。我们很多支持者其实大部分还是希望跟民众党的这个合作应该是温柔包容加着坚定有主见。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被拉着走哈，那我们要有坚定、要有主见的态度。然后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整合？要整合是会赢的才能整合，没有把握赢的是不能让的。会赢就是大家做民调嘛，我跟你谁都会赢那时候可能可以谈让哈。可是如果我跟你就只有我会赢，我怎么让？选举不是靠让出来，是靠赢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新任的党主席应该还是有这样的觉悟啦。OK， 提醒国民党的朋友，还记得柯文哲能够一路打到2024撒卡都之下，拿到了26%左右的选票，就是骂得比我们凶。大家还记得吧？疫情的时候，直指上高端，所有的事情柯文哲全部都是痛骂，然后全部都是痛骂。所以那个时候的打绿第一品牌，毫无疑问柯文哲。看起来现在黄国昌主席的所有的比柯文哲那时候可能还要再激情一些。那川博跟侯友宜那时候比起来，
应该差不多。川博比侯友宜还温良恭俭让一些。对，两相比较之下，在未来到底这一局会怎么样？不知道，因为蓝白合现在整个氛围如果一路往下，连包括这一次大家看到，其实也没有看到蓝营的人要站出来多讲一些什么话。可是刚才范老师突然提醒大家一件事：8月30号礼拜六那一场的目的是要声援柯文哲，是柯文哲前主席被羁押了1年。然后，所以包括陈佩琪女士有到场，然后也有跟包括派出来接受澄清的代表提出了他的几点主张。所以任俊那个主轴其实是在柯文哲前主席。那既然是这样，那就要讲到柯文哲前主席的案子，因为他的案子现在一路那个速度也算快。所以大家讲说10月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第一个，在2个月的羁押，就是到10月初左右，然后那是羁押的时间，到底会不会交保？第二个。这个案子一路往下，包括明天也是一个重要点。明天是彭振声前副市长要出庭。我们的诉讼法是这个样，除了你是共同被告以外，共同被告之间也会互相当证人。OK， 所以他们会同时有被告的身份，也会有证人的身份。明天彭振声前副市长就要用证人的身份出庭，他讲的话，针对这整件事，因为这几天包括白银也一直不断讲那个消失了2个小时。到底是谁在搞鬼？所有这些都要看彭振声明天在法庭上怎么说了。我觉得彭振声不管怎么说，柯文哲的律师或柯文哲一定会非常在意。就说法庭上面的攻防，当然柯文哲之前他们是一直在批评检察官嘛，认为检察官不 OK 嘛。那一直到那一天说这个彭振声他们对于整个的状态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嘛突然看到柯文哲的律师改回来质疑彭振声这一边，说你怎么会跟律师互看一眼就认罪了？然后呢，你连你认什么罪都不知道，就我不知道这法庭攻防到连别人的这个连其他的被告，连他的律师你都要一起攻击，那所以你是觉得他的律师跟检察官串通吗？我不知道，因为你那个说法是怎么会有一个时间你们看完之后一眼你就认罪了，而且还不提出任何异议，15分钟你们就结束掉了。那你到底要表达什么啊？所以当然我觉得明天彭振声不管他怎么说，其实老实讲啊，柯文哲的做法就很简单，你只要今天不认罪，那你就是被压人取供，你就是遭到迫害，你只要认罪，愿意认罪，你就是被派来弄我柯文哲的，你就是被压久了之后，你被迫同意，那就包牌嘛。那最简单的方式就包牌嘛。现在进入实质审理了吗？有，他现在在证人交互诘问。对，问题就在这里嘛。就为什么这个法律的过程拖了这么久？因为他一直对于检察官所提示的这个证据上面，他有疑义嘛。他觉得又消失了1个多小时，结果现在大家讲那个检察官就讲说那1个多小时他跟他律师见面嘛。对，我不听。你们胡说八道，你就是消失了。事实上，你看柯文哲，我认为啦，我粗浅个人认为啦，好的大律师可以赶快要随时我讲错要纠正我嘛我认为他当然是要诉求的是所有对他不利的证词这些东西，他都要诉求。接下来到1审的时候，法官能够把这个证据力排除掉。所以我根本不认为他在放弃1审。他试图在第1审的时候就把这些相关的证据直接，不好意思这些都不能够算那你到法官这边的时候，剩下的只对我有利的证据。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现在到底算不算进入到实质审理的程序？理论上面来讲，如果他进入到了这个1审开始进行审理的时候，我完全赞成就你已经进入到1审审理了，代表大家对于证据的部分没有什么太大的疑义了。你今天到法庭上面，你说不行，我继续要压柯文哲，你这时候讲说他被政治收押，你可能说服力对一般群众来讲，他比较好说服。但是对小草你不用这样说服，因为很简单，小草只要看，你看吗？他今天又开庭，但是就是不让他出来。他不会去 care 你到底为什么今天在这开庭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断的就提出异议，我这个有意见，我那个有意见。当事人说没有，我没有意见，不行，你不能没有意见，因为这跟我有关，我就是有意见。大家觉得我在绕口令吧？对不起，我们这一段时间看到柯文哲案子的侦办，就一直在这里鬼打墙。那你当然对法官来讲，你有异议，那我只能尊重我当然要接受，那就好吧。那我再把相关人等，就出现你刚刚所提的彭振声又要再去当一次证人。我认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柯文哲对于彭振声的态度是变来变去的。特别是他非常喜欢去提及彭振声家里的事情。
我认为原先他们的设想是说，当我这样子表达对你这个事情的难过、不满跟这个批评的时候，彭正生应该会跟我站在同一阵线。所以当后那一天的时候，开庭发现彭正生他们没有异议，而且他们就觉得就是好，我如果是我在想啊，彭正生或许他们认为说，我就只到了法庭上面去，我们把战场拉到法庭上，这个过程事实上如果没有异议，我双方律师跟检察官这边都 OK， 我只要告诉庭上就可以。但是柯文哲就反过来去质疑别人说，你检察官跟律师你怎么可以跟庭上做这件事情？我认为当然他现在要做的这一块，他没有要进入到实质审理啊，因为他只要刑诉一个我阿伯就是又被关了，我阿伯就是这样子一直永远放不出来，我阿伯就是一直在那里开庭，你又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但请问这一段时间他真正在审理吗？其实还没有吧，没有进入到实质的法庭攻防。这个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说黄国昌的操作是一模一样的，他不需要去跟大家解释说，其实集会游行法，其实我跟大家讲哦，他那个其实就是我就先付了钱，我等于是挂号嘛，我先挂个单嘛，挂个单不代表真的可以啊。但他不要讲这些，因为他讲这个他讲这个第一个人就跑掉，他只好最简单跟最粗糙的操作，阿伯一样方式。我今天只要一开庭，我就告诉大家，阿北又被找出来，又在凌迟跟凌虐他一次。但我也讲实话，如果他今天在检视证据力的过程，到底谁在凌迟谁，到底是谁在质疑谁，我不知道小草听不听得懂。但问题是，我相信一般人只要冷静下来，他愿意去看待这整个事情的发展，就会知道他的过程跟黄国昌的操作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柯文哲前主席案子，明天彭正生的证词当然重要。那接下来呢，尤其到了10月，当2个月羁押期满的时候，会不会交保？这个恐怕也是大家观察的另外一个重点，因为柯前主席交保与否，对国内政治的氛围一定会有一些的影响。那当然，其实陈佩琪女士在昨天，在礼拜6的时候，也直接跟接受陈情人讲了其中的几点，然后包括她直接有说到说，为了要消灭柯文哲，司法赔上了一切。赖清德就是为了要消灭柯文哲。冠廷，你有注意到陈佩琪有讲那几点吗？他去接受他去人家澄清了，他甚或直接讲，只希望给柯文哲，他是一个在野党主席你们怎么可以就来念一个法条，就来搜在野党主席的家，然后麻烦你们要压他，也讲再明确一些，他已经压了1年了，他的诉求以一个家眷，你可以想象他的心里面难过什么都是。但当他讲这些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小草听了心情会是怎么样？我先讲对于陈佩琪女士，她因为她的先生现在被羁押中，那她所发表的所有的言论，其实我都会比较是想倾向努力要感同身受，因为如果任何一个人，就算他是犯嫌，他就算真的最后3审被定验，他毕竟是陈佩琪女士的家人。我觉得他替他讲话，这个我认为我真的不好去苛责什么。可是回来还是事实的本身，就是说，如果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民众党也这么多法律系的法律专家，有什么他们真的具体的建议，我觉得提出来社会会有可以讨论嘛。就社会上现在是一个非常公开，而且对于审理过程当中是记者都在里面。而且他们自己也都等于他们自己的脸书，后来也都很多去转播，要告诉大家文字的内容，去有他们的诠释。就到底这审判过程中，他们到底认为现在的司法系统，他们能怎么做？可我现在没听到任何建设性。他们看来讲来讲去，不止陈佩琪女士、黄国昌等人，在柯文哲案子的基础之上，有一部分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更大的一部分是他讲了一堆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赖清德把柯文哲释放，北检立刻释放柯文哲，土城看守所立刻放出来，这个完全就违背于大家对于法律的基本认知嘛。所以我觉得把它切开，就是说陈佩琪女士对于她先生的一些不舍，然后认为同情，我认为社会大众多给她一点空间。可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操弄小草们或柯文哲粉丝的情绪，而希望司法做一些什么，我还是希望能够以法论法，具体的建议。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赖清德把柯文哲释放，北检立刻释放柯文哲，土城看守所立刻放出来，
这个完全就违背于大家对于法律的基本认知嘛。所以我觉得把它切开，就是说陈佩琪女士对于她先生的一些不舍，然后认为同情，我认为社会大众多给她一点空间。可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操弄小草们或柯文哲粉丝的情绪，而希望司法做一些什么，我还是希望能够依法论法，具体的建议。冠霖，这样讲，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你知不知道，今天9月1号，立法院又开议哦，今天会期开始，对，没有休息，好吧？因为8月31延会到8月31，今天无缝接轨，9月1号会期又开始。这一整个会期，因为蓝营毕竟经历到了大罢免的那个过程，然后冠廷，你觉得在新的会期？蓝白绿之间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会有哪一些法案是大家最在乎的？譬如这2天媒体有讨论，包括财划法，包括军公教年金是不是会要停砍？这些蓝营会不会在这个会里面？这些会不会是今年大家瞩目的这个会期大家瞩目的几个法案？会啊，这样问题就来了啊！726、823本来大罢免的公民团体啊，或者是我们帮忙公民团体，大家期待是有一些不适任的立委被罢掉，罢掉之后也许后来换比较适任的立委，无论是蓝的、绿的、白的，什么党的，不管，至少比本来正常，然后就可以来善后之前所弄的烂摊子。可是现在没有，现在就是一样113个，对，完全同样的。对，但是要一样来面对烂摊子。我举财划法为例，财划法。当时呢，从中央拨了3000多亿啊，说要给地方。那中央一直在跟地方讲说，不是啊，这样地方不一定会多钱，因为统筹分配款变多，我饼就这么大，那一般性补助款可能会变少。但这些问题都还没讨论哦。现在实际的问题来了，当时在这个架构整个财划法的过程当中，当然是希望偏乡啊、离岛可以多一点钱嘛。所以简单来讲是这样，本来呢偏就是离岛的有一个比例。然后离岛的比例呢，要分这个3000多亿当中的一笔钱，而其中这个比例实际上3个离岛怎么分，来自于的基础、人口跟土地面积。结果蓝白通过的财划法的版本，居然把土地跟人口的面积那个分母搞错了。本来应该是要离岛的总面积分支连江县，分支金门县，结果现在这个分母。变成是全国的总面积，变成是全国的总人口。好，刚才有点复杂，讲白话，连江县本来过去1年是7亿2300万的统筹分配款，因为蓝白通过财划法，变成7亿1300万，比本来的还少，这个事情疯掉了。我给大家看一下相关的新闻，结果后来现在惊觉，此时此刻惊觉，这个王忠明就是连江的县长，怎么我分到的比之前还少？然后呢，这个陈雪生俩公了，陈雪生新闻的写法叫暴怒，你怒个头啊！你们定的然后我跟大家报告，当时啊，财政部啊，这个版本出来的时候一直在提醒蓝白说这个有问题，这个离岛的划分啊，分母的问题有问题啊，然后这个相关税率的定义有问题啊，然后相关的乡镇市合计项目指标权重有问题啊，完全不听，这个版本就让他过了。我跟大家讲哦，连江确定比之前少，你不要以为只少1000万哦。因为呢，一般性补助款会变少，总的嘛，3000多亿，这个统筹分配款下来，一般性补助款一定变少嘛，所以连江县现在变成是财划法之后，国民党画了一个大饼，说要给离岛钱变多，本来说33亿，现在只剩7亿1000万，比之前还少，你说这是烂摊子？那现在怎么办？而且有些搞到啊，那没关系，好了，我那个我们卓荣泰院长啊，就跳出来讲这来担嘛，就财划法公事有误。我们现在还要找地方来讨论，可是你白纸黑字就这样定啊，所以最后怎么办？所以我觉得5个，第一个烂摊子之前定的很烂的法令，而且影响到人民生计的法令，影响到连江县，影响到妈祖，影响到金门这些偏乡离岛应该要最多钱的，结果现在没有，现在要来收拾烂摊子，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其实大家放下成见了，就是这烂摊子把它解决啊，也承认当时蓝白真的定的法案很烂，然后你们当时很粗糙，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因为当时又是最后一刻啊。最后一刻把那个修正动议拿出来啊，然后不给大家讨论，不给大家严谨的看啊，财政部喊破头，这个要小心啊，不要强制过关，就产生这样的问题。来说，这个刚刚冠廷前面先说，原本我们希望大罢免换掉一些不正常啊、不适任的，但民众已经投票了，所以到底谁是不正常，谁是不适任？是不是提案的人、推动大罢免的人是不正常、不适任？柯建铭是不是要负责？我觉得你们要好好去想一想哈，不要再拿这个投票前的论述来讲，人民决定以后，你们还在那边说别人是不正常的，谁是杂质，谁是不正常的，不要再来说这些了哈。第二个是过去民进党这1年都在做什么？都在做什么？一个执政党，他的政府在做什么？
一个执政党的立院党团，哪怕你是少数席次，你在做什么？你只在做反对党。好，行政院对蓝白通过的法案就是复议释宪，复议释宪，永远就这2个复议释宪。然后民进党就保持不提案、不提对案，抗议反对。直到我们最近才知道，透过民进党立委郭国文的嘴，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柯建铭不让他们提案呐。你们是执政党，不是反对党，结果搞得现在台湾通通是反对党，连执政党都是反对党。现在来说提得很烂啊什么的，提公示错误。民进党有财主单位，有财政部，有主计处，有没有提对案来看看？好，你们觉得合理的对案是什么？没有嘛？好，民进党有很多立委正准备要选明年的县市首长，你们赞不赞成地方多一点财源？没有一个人敢说不赞成。那你们提对案嘛？你们有财主单位当你们的幕僚嘛？提对案嘛？什么都不做啊，然后就开始一直骂这烂法案修得很烂什么？我们不是执政党，你们是执政党，那执政党的法案拿出来批判一下嘛，哪怕是特别预算的条例，都非得要等大罢免完才要提修正案，那前面都在干嘛？包括之前虐童案这个刑法的修正案一下子放弃，一下子投反对，最后拉布条说我们都支持，你们的对岸在哪里？你们到底是放弃还是反对还是支持？可是你们民进党的版本在哪里？没有关系。好了，国民党的版本你们不爱那民进党的版本在哪里？而不是只一直提反对、反对、反对，复议、复议、复议，然后最后郭国文才讲出来说柯建铭老柯啦，不让我们提。那你们当立法委员，你们的工作是什么？是反对蓝白的立委吗？所以请问一下，那个这次年金会是这一次国民党会推的吗？就是年金停砍。我觉得每一个政党对于选民的承诺一定要逐步去推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时的年金改革一生就完全说是为了劳保，说劳保要破产了，4大年金这样下去会破产，但我们也没看到劳保年金有什么改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同意说，我在这家公司当时进去的时候告诉我的退休承诺是什么。等我工作了25年、30年的时候，公司跟我讲说，拍谁我没急啦，你是公务员，你忍一点我就逐年给你砍，通膨逐年再通膨，然后砍再逐年再砍。我告诉大家，对于卸任的公务人员，他们心里是痛的；对于现任的公务人员，他们心里是怕的。我自己同学就是公务员看到军公教的年金改革、退休俸这样被砍，他就中间他就辞职了，他就说那我宁可去业界工作，劳保起码还比较稳定一点，然后薪资还高一点。公务人员的薪资现在其实在台湾不是高的了。OK， 将军，我补充一点国民党这个年金改革一定要推，一定要推，不推会崩盘。我要告诉大家，因为当时我在反年改单位，我们去找国民党的立委，他说没有办法，我们人数太少，我们举手举不过人家。所以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当时我们不是反对年改，我们只对的4个字在坚持，叫不溯既往，只对这4个字在要求不溯既往。所以现在国民党推的不是说停止，我看到说停止，我很多军公教朋友说不对，不是停止要不溯既往，要不溯既往所以国民党，你如果真的要跟这些军公教的人好好对话嘛，就是把这4个字贯彻，不溯既往。所以你说只是停，其实很多公教已经改完了，6年差不多改完了，对不对？那军人剩下什么？剩下18%，分10年归零，现在也60%都归零了。所以我说，如果国民党要推，先跟民众党讲好，按照李来希的讲法，还按照这些这个反年改单位讲法，就是你还我们一个正义，你以后要怎么改是你家的事，但是已经跟我们签的合约，请不溯既往。将军，你说的不溯既往，意思就是，如果像您刚刚讲说，已经好了，就已经都改完的。要回头去把当时改的那该补的还是要补回给人家，回到我们退休退伍的那份合约，他们要的是这个，他们要我跟他们要是这个，我说你们要停止，停止都改完了，停止改什么？所以不要打假球，如果真的要玩，就是不溯既往，否则不要再乱了。我简单回应一句就好。淑慧姐刚才讲了很多点，但我其中一个一定要提，就是这次财划法，因为现在问题真的来了。那淑慧姐刚刚提到的点，就是包含是说我们罢免没成功可能我们的反而有问题，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提对案，但这些都是其他。我看具体要谈论的是说财划法这个事情就是修得很烂。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财政部有没有提醒？有提醒。我给大家看，今年2月份的时候，财政部发了新闻稿跟相关的简报是怎么告诉大家的？明确的告诉国民党的立委们，这一个版本它的分母是有问题的。我刚刚讲的，在2月份全部提醒。可是当时的国民党就是杀红眼的嘛，现在过了，结果此时此刻我要讲的是荒谬。此时此刻，国民党的连江县的县长，国民党的连江县的立委，还跳出来跟他讲说这个怎么会这样子？这个就是回到源头，就是这些立委没有在立法院做好他们该尽的角色，所以没关系，你们选赢了，然后我保住了，可是我们一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好不好？要承认这个法条就是有问题嘛，不然真的害到的是这一些离岛的乡亲。慧珍刚才讲到那个年轻人的这个问题，在这个会期看起来，因为整个大罢免过程，然后也有一些当时针对年金改革有意见的一些的团体，也有去跟国民党那边接触，所以整个罢免完以后，这些法案叫将军刚刚讲，不是停砍而已。是要把前面就是这些年从小英那个时候，然后你少掉的、降低的或剩或没有给的，全部都补回去。后面就照着大家当时的合约啦，就是那信赖原则啦，不做既往，就是这样。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你知道现在就是应该这样讲，刚刚其实淑慧举的那个例子，也不能说不对，就是说这个员工进来签了一个信赖保护原则嘛，可是我觉得。当时这个员工签的呢，他有一些自肥的问题啊，所得替代率特别高啊。那这个东西以前是在整个国民党执政的情况之下，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长期以来，就55岁还是58岁就可以退休，他活到现在已经20几年，每个月，像我有朋友的妈妈是小学老师，大概5、6万，领到现在他还在领啊，已经退休大概有没有20年啊？就是他对于这个国家的贡献，我觉得已经。他领的钱已经快要超过他对国家的贡献的年份了。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情。你要知道，现在台湾面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什么样的关卡？我们现在已经正式步入到所谓的老年化，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我们现在，而且很多的，比如说20、30岁的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是30几岁的。他们变成是上有老下有小，像我觉得我还好，是因为我没有小孩，我苦完我这一代就算了。可是你要知道，他们比我在小一代的人，其实是很可怜的。他们薪资没有办法像我们以前就是比如以我当记者来讲，我们还有个苹果日报，我们那时候薪水是可以大幅增加。到现在很多的媒体的薪水，可能就是你做了一辈子记者，你可能就只有顶多就4、5万、5万左右。那你如果有上有老。那你如果没有人，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长照2.0，我们有一些补助的，可以帮忙照顾这些老人。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小孩子生小孩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6岁以前还是几岁以前的话，也有一些补助。像我们应该要把钱放在这些地方，帮大家去照顾他们的老人，帮大家去照顾他们小孩，而不是让军公教每年都出国。现在很多的媒体的薪水，可能就是你做了一辈子记者，你可能就只有顶多就4、5万、5万左右。那你如果有上有老，那你如果没有人，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长照2.0，我们有一些补助的，可以帮忙照顾这些老人。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小孩子生小孩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6岁以前还是几岁以前的话，也有一些补助。像我们应该要把钱放在这些地方，帮大家去照顾他们的老人，帮大家去照顾他们小孩，而不是让军公教每年都出国。你们对国家有贡献，这我不否认。可是事实上，在过往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看到，其实。也慢慢的就运转，就过去的那个，我认为改完以后，已经改完，先慢慢的，已经把这些资金有放到照顾更多需要被照顾人身上。那我觉得，如果说你现在还要回过头去把过去的那些都补足，你知道现在18岁以下的年轻人大概只有300多万吧？这个其实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就是。如果这样弄下去的话，只会让这个大概30岁、40岁还有20岁这些年轻人，会对国家未来越来越没有希望，因为他的不管是他或者是他朋友的爸爸妈妈是军公教退下来，他什么事都不用做，他被国家养20几年，他的所得的收入比他这一辈子工作了20年还要来得多。没有，我强调一点哈，就是为什么我提这个问题？年金改革改到现在第6年了，其实已经慢慢平息了。如果蓝白要把这个潘朵拉的盒子打开，就是我讲的后果。他不是叫你停砍了，我再次强调，你说停砍我就满足，不是，
要不溯既往。所以我说现在这个事情，你要不要把这个潘朵拉的是打开？这一打开又是一大乱。OK， 对，所以我千万要慎，要谨慎。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对全世界都会关注的一件事是，将军，93我们是军人节，军人节，老共在93的时候要大阅兵，是大家会瞩目的。第一个，当然是不是由习近平主持？第二个，他会亮相什么武器？他亮相的武器。第三个，等一下淑慧也会回答，就是会去出席的。会不会有国民党的一些，包括党的党务高层啦，或是以前的一些的高层，这也是大家观察几个重点来讲。我先强调第一个哈，我记得在大概11年前、12年前，郝柏村郝先生还在的时候，那时候是陆军官校建军89周年，还不是90周年，89周年，我是官校的指挥官，他把所有南部一级主管、中将、少将，反正只要一级主管，全部集合在陆军官校的黄埔厅。你知道吗？郝先生给我们讲了4个小时，中间没有上厕所。我说哇，这个快要100岁的人怎么这么厉害？没有上厕所，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国军的核心价值。就是说马上啊，黄埔建军90周年，对岸一定会抢主动权，就是说中国的和平是他维护的啦，中国抗日是他打的，他就一直强调，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现在穿了军服或脱了军服，你一定要强调跟全世界讲。是中国国民党或是中华民国政府国军打下来的8年抗战，跟解放军一点关系都没有。他那个时候叫八路军，跟中共的八路军、共军的八路军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只会扯后腿。他光是讲这个，给我们讲了快4个小时。所以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讲那番话。后来间接的，其实他的孩子郝龙斌、郝市长也讲了，他说他爸爸也讲，他跟很多他的那些老部属讲，还在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去参加中共的阅兵。你们领的是中华民国的俸禄，只要领1天不准去参加。那当时郝先生就是这样，郝柏村郝总长就是这样勉励我们大家。所以我说这次的93，我认为国军将军级的没有人会去，没有人会去，因为其实这个氛围已经成型了嘛。你领的是中华民国的俸禄，你怎么可以去对岸敌人解放军那个地方参加阅兵？我说现在没有将军会去，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一次整个解放军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在做的是一个叫耀武扬威。其实阅兵就是耀武扬威啦。他们要借着所谓抗战胜利80周年，然后展现解放军他们的建军成效，展示哪些东西？跨洲的洲际飞弹，东风41号飞弹，然后呢，极音速飞弹，东风21号，专门打关岛叫关岛快递，专门打航母的叫东风17，他就专门在展示这一方面的力量。那你说其他那些方队什么女兵踢正步，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展现这些力量。另外，他请了2个主兵来，一个叫金小胖，一个叫普丁。这2个人来，他跟金小胖跟普丁所展示的意涵也不一样。他跟普丁要展示的是什么？你们俄乌战争打了2年多，快3年了哈，告诉你，现在大哥换我做。普丁，你们能打的武器打得差不多了，看看我们解放军的武器。比你好很多，所以他要展现就是现在整个这个地方的大哥是我，不是普丁。OK。极音速飞弹，东风21号，专门打关岛叫关岛快递，专门打航母的叫东风17，他就专门在展示这一方面的力量。那你说其他那些方队什么女兵踢正步，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展现这些力量。另外，他请了2个主兵来，一个叫金小胖，一个叫普丁。这2个人来，他跟金小胖跟普丁所展示的意涵也不一样。他跟普丁要展示的是什么？你们俄乌战争打了2年多，快3年了哈，告诉你，现在大哥换我做。普丁，你们能打的武器打得差不多了，看看我们解放军的武器。比你好很多，所以他要展现就是现在整个这个地方的大哥是我，不是普丁。OK， 好，第2个跟金小胖讲，现在你不要老听俄罗斯的，要听我的，我才是老大。因为光是这一场阅兵，你知道花多少钱？350亿人民币，烧掉350亿人民币，他就要展现就是说我的经济实力够强，我才可以搞这么大的军队，我的武器够先进，我才可以跟美国叫板。所以呢，普丁也好，金小胖也好。请乖乖的听我的。所以你看，这个亚洲的3巨头，俄罗斯、印度加中国，这唯一让人眼睛一亮是什么？印度加中国，它的人口占了全世界的百分比很重
两个都是全世界人口，两个都差不多14亿左右吧，都14亿，加起来28亿。你想想看，我们人口才几亿啊，他们两个加起来这吓死人啊！所以他就要展现，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全世界上占了50%以上的支持度。那废话，光是中国加印度就很可怕啦。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方式来导正。所以，但是呢，你要知道一点，去的人除了俄罗斯跟金小胖以外，加印度有没有要参加还不知道。OK， 对，但是呢，一定参加就是金小胖加俄罗斯。那其他的呢？你那当时东协什么“一带一路”一大堆，怎么去人这么少？就表示其实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习近平要做什么？93阅兵要代表的意涵是什么？那就是耀武扬威，让全世界听他的。在93，我们在庆祝军人节的时候，然后老共那个地方大阅兵到底会展示什么样一些的武器？当然，全球大家会瞩目，老美也会一直看着这些。那国内来讲，好像媒体上报道，李乾隆不会出席，他不会出席，所以国民党其实内部对这个自己也会有一个评估。对，其实上一次的93阅兵。大陆的大阅兵是2015年，10年哈，他们是10年庆祝一次那个对日抗战的。上一次是邀请连战，然后引起国内很大的风波。那时候郝贝贝就像刚刚于将军讲的，他除了把他过去的退役的将领都找来说，如果你们去，你们就放弃终身俸，放弃中华民国的薪俸哦。因为他有2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对日抗战是国民党国民政府打的，不是中国共产党打的，所以在他们没有还原史实之前，你去跟人家庆祝了什么鬼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认为说啊，这个对国军来说，潜在敌人就是共军嘛啊，你去看人家军容壮盛要干嘛呢？除非你是要去刺探情报哈，否则这个你这个去看是没有意义的嘛哈。所以基于这2个理由，他觉得军人要有武德，不可以去啊。同时，他那时候好像也我记得啦，有一点忘，他也写了一封信给连战，就是希望他不要去哦。这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国民党其实内部就有一个默契。OK， 但是当然还是有卸任的公职人员去了啊。于法他当然没有不合法哈，但是于情于道理哈，台湾人民会比较难接受这样的感情。我觉得两岸交流是这样，国民党希望两岸交流的原因是不要交战，可是交流不是去讲对方要听的话，是要讲台湾人想要讲的话啊，这个是我个人的立场啦哈。所以过去我们其实一直希望是用这样的方法去交流，不用去捧人家马屁，不用去讲人家爱听的话，好，但是我们希望是认真的交流，去讲台湾人想要讲的话。OK， 在接下来，那明天、后天各有一些的重头戏，不管是明天彭真生前副市长的证词会是怎么样，那老共93阅兵在全球瞩目的时候，他的展示的武器这些以外，当然对整个来讲的话，全球的一些氛围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